大家好，欢迎收看矮控的创世神宝可梦模组影片。旁边这位 NPC 就是招式教学狂，我现在需要他的协助。首先给大家看，我已经把艾露雷朵练到100级满等了。目前这些招式是为了方便练功而暂时配置的，所以我现在要把招式调整为原本规划好的配招，让它正式成为一个真正的抓神兽帮手。这个 NPC 甚至可以让宝可梦回想他曾经拥有的弹招式，例如黑色眼光就是我这次透过育种让艾露雷朵拥有的招式，也可以透过这位 NPC 回想起来。好了，这样子我的艾露雷朵就准备好了。我们这一集要抓3神鸟，这是可以在你自己充分准备好之后再去挑战的传说宝可梦。不过在那之前，你需要准备必要的珠子，并且找到它们各自的神社，才可以把它们召唤出来。我在空闲的时候击败了很多野生的超进化宝可梦，得到更多纯净珠，所以我把其他2颗珠子也做了出来，并且击败了很多宝可梦，完成了这些珠子。这一次我还在空闲的时候另外育种了一只对我来说很重要的秘密武器，它也是专门为了对付神兽而育种的宝可梦。现在我就从电脑里面拿出来。准备好了吗？我要把它叫出来了。没有错，这只胡胡就是我另一个抓神兽的秘密武器。我选择胡胡是有原因的，请大家看看这美妙的种族值，它绝对会是一个非常称职的盾牌。它比任何一只宝可梦都适合承受任何神兽多次的攻击。准备得差不多了，我们可以出发了。第一个要挑战的是极冻鸟。我在育种的期间，一边孵蛋一边探索了很多地图，所以我已经找到了3神鸟的神社。现在这个版本已经可以种植果树了，只要在森林汗针叶林系列的生物群系就可以找到野生的果树，你可以打下来带回家种植。你看，这里就有一棵长在野外的果树。时装的树果种类非常多样化，矮控我强烈推荐至少要种植这6颗果实。这6颗果实就是上一集提到可以帮助你调整努力值的果实。这6颗果实对应6个不同的能力值。现在你再也不用担心打到错误的宝可梦，增加错误的努力值项目了。极冻鸟神社就在前方，马上就到了。好了，我们到了。记住，当你把珠子放上去，你跟神鸟的对战就直接开始了。除非你更改了游戏设定，否则每个神社只能召唤1次神鸟。所以如果你是玩单人模式，在放上珠子之前，请一定要备份你的游戏记录。这是一场长期战，所以我使用胡胡的力量评分，在一开始就先削弱它的攻击和特攻。另外，3神鸟都有压迫感特性，这会让我们每一次出招都会消耗该招式2点 PP， 所以请谨慎思考该出什么招式。麻痹和睡眠也是不可少的，我这次主要使用麻痹，这有机会让它动弹不得，增加丢球的回合数，也可以增加收服几率。现在我们要继续观察它的出招，以此得知这只极冻鸟有哪4项招式。观察完毕了，这只极冻鸟并不会逾期，可以不用担心它会回血。我现在只要一直丢球，剩下就只是几率的问题了。
我希望用潜水球装极冻鸟，因为潜水球的颜色跟极冻鸟非常相配。但事实上，潜水球并不适合在这个场合使用，所以这个收服几率是非常低的。如果你没有像我这样的个人喜好，否则一般来说，如果你想收服神兽，你除了准备高级球之外，你还可以准备计时球。计时球非常适合在这种长期战使用，只要超过10回合，收服几率就是4倍，比2倍的高级球更好。这个阶段是最无聊乏味的，只有2个结果：收服成功，或是当他没有招式后使用挣扎死去。总算从白天打到晚上，终于收服了极冻鸟。这一段影片我花了47颗潜水球抓到它，这是我独挡重复打了很多次才有的画面。如果我使用更合适的精灵球，我就不需要重打这么多次了。好了，我们回来了。让我们来近看一下极冻鸟的模样。这里来闲聊一下，三神鸟是在 2.2 版本开始新增在这个模组里面，这是极冻鸟一直到 4.3.0 之前的模样，从 4.3.0 开始才是现在的模样。这个外观真的是越来越精致了。好了，看够了极冻鸟。下一个要挑战的是火焰鸟，我只有更换精灵球，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变更。可以出发了，我们现在要去平顶山生物群落，火焰鸟神社生成在那里的高地上。下界这里的铁轨我都铺好了，我会直接剪掉这个移动的过程。好了，我们到平顶山了。眼尖的人应该就会发现传送门的位置跟第一次来的时候不一样。没有错，我在空闲的时候把传送门移到了面向北边的位置，还利用孵蛋的同时顺便做了这些地图。让地图暴露在外面是危险的，因为有时候野生的宝可梦会擦撞到地图，地图就会掉下来。所以必须把地图放在安全的密闭空间。火焰鸟神社就在附近不远的地方，一下子就可以到了。好了，就是这里了。同样的，放上珠子之前，你必须备份你的存档。你现在看到的影片也是我尝试几次失败之后才成功的画面。火焰鸟是三神鸟之中最危险的，因为它的火系招式是有可能让我们的宝可梦发生灼伤状态，万一中了将会非常不利于这种长期战。不好了，这只火焰鸟有羽期，我现在只能等它把10次羽期都用完，在那之前都可以不使用点到为止。
只要红血就可以抓抓看。这次我的运气很好，很快的收服成功。让我们先回到据点，我们先来治愈一下宝可梦，然后来仔细看一看火焰鸟的英姿。这是火焰鸟一直到 4.3.0 之前的模样。从 4.3.0 开始才是现在的模样，现在这个外观实在好看多了。好了，看够了火焰鸟，我们把地图放回去，然后再次回家准备抓闪电鸟的精灵球。这里顺便给大家看一下我为了抓闪电鸟所新开辟的下界捷径，等一下我们就会乘坐这条线路。这里小聊一下，矮控我个人最向往的是抓一只有隐藏特性的火焰鸟。有隐藏特性的火焰鸟是火焰之躯特性，有这样的火焰鸟，我觉得在这个模组会是非常方便的，可以拿来骑乘飞行的同时，还可以拿来孵宝可梦蛋。但是遇到这种火焰鸟的机会是非常低的。好了，我们出发了，前往挑战最后一只神鸟。这条线路非常的长，我第一次自己搭乘之后就完成了一项游戏成就。为了让大家明白这条路有多长，所以这一段我不会剪掉。我们来闲聊一下。海控，我来说明一下有关这个模组结构的生成。其实这个模组的结构生成都是随机的，所以即使是同一个地图种子码，3神鸟神社也不见得会生成在同一个地方。这也是为什么官方要提供这个模组所有的结构指令，让玩家自己把建筑物生成在自己想要生成的地方。找寻闪电鸟神社是这次录制影片最大的困难。我不明白为什么闪电鸟神社的生成几率远低于其他2座神社，但是我并不想要使用指令，所以我一直重复的生成以及删除同一个地图的记录档案，希望可以借此让系统自然生成一座闪电鸟神社。经过失败100多次之后，才终于成功。我是怎么做到的呢？首先，你必须知道，记录档里面这3个资料夹分别是3个维度的地图资料，所以我们把主世界的地图资料夹从记录档直接移到别的地方，接着记录游戏，就可以看到记录档里面重新生成了一个主世界的地图资料夹。你打开里面看，就可以看到你人物现在所占的位置的地图档案是哪2个，然后退出游戏，从原本移出来的主世界地图资料夹那边拷贝一样的档案到新的主世界地图资料夹里面盖掉档案，这样就完成了。重新生成地图的方法很简单，而且很实用。当一个模组对于结构有所更新的时候，
你就可以利用这个最简单的方法来保存你已经盖好的建筑物，又同时可以重新探索其他较远的区块。例如，在这之前我就曾经使用这个方法2次。第一次是当这个模组把村庄更改成宝可梦城镇，另一次是这个模组新增了各式各样衣服在村庄旁边的道馆。好的，我们差不多快要到达目的地了。就是这里了，闪电鸟神社就在上面。同样的，放上珠子之前，你必须备份你的存档。然后开始挑战闪电鸟。闪电鸟最麻烦的地方就是它对麻痹是免疫的，所以我这次带了派拉斯克。我的战略是把它打到残血之后，使用派拉斯克的蘑菇孢子，在蘑菇孢子的 PP 用完之前抓到它。另外，因为闪电鸟的速度种族只有达到100，所以很适合使用速度球来抓它，这样我的捕获率就是4倍，因此整体来说这个家伙不会太难抓。搞定了，最后一只神鸟也被我抓起来了。我们先回到据点，好好看一看闪电鸟的英姿。这是闪电鸟一直到 4.3.0 之前的模样，从 4.3.0 开始才是现在的模样。现在这个外观好看多了。好了，看够了闪电鸟，我们应该要回家了。我已经没有其他想要闲聊的事情，所以漫长的回家过程我就直接剪掉。好了，我们回来了，让我稍微整理一下。听到这个音乐就知道这个影片要结束了。最后让我来展示我们的3神鸟。我们达成本次的主要目的，收服了3只神鸟。
感谢大家的收看。